講你又唔聽，聽你又唔明，明你又唔做，做你又做錯，錯你又唔認，認你又唔改，改你又唔服，唔服你又唔講，哼，我點啊？面对老大的训斥，男人却发出一串魔性笑声，表情更是不屑。他就是江湖第一狠人左手哥，黑色西装，雪茄叼嘴，永远用鼻孔看人。如此强大的气场，让同社团的其他大佬对他也只有溜须拍马的份儿。就嗰隻馬今日真係犀利，贏晒啲杯賽，而家先4歲咋，有排贏啊！但嚣張慣了的左手哥明顯不給他們面子。真咁巴閉？如果隻馬我嘅，今日退休，聽日即刻掹咗佢。出嚟行一樣啫嘛，梗係最威嗰啲走噶啦，唔通等老咗，回山慢慢跑。顯然，左手哥的這番話就是在內涵，這些老家伙應該早點退休回家種田。面對着左手哥的囂張氣焰，三位大佬即便心懷怨憤，也不敢跟他叫板，因為他們心裡有數，左手哥背後的大樹正是社團頭號人物九哥。而且這兩人關係鐵到不行，年輕時一塊在街頭砍人喝酒，幾十年風風雨雨才一路殺上現在這個位子。可話說回來，江湖這條路走得再高，也沒一個地方是真正安全的。最近風聲就很緊，道上流傳說有人花大價錢要買命殺九哥，聽着像市井傳聞，可傳多了，大家心裡也就虛了。咁你點睇？你點睇？三位社團元老雖然平時跟九哥表面和氣，實則各懷鬼胎，這時候居然也主動出招，裝模作樣的為九哥出謀劃策。你放心，九哥，我哋已經做緊嘢噶啦，即管睇下邊條僆仔可以埋到你身。邊個僆仔我就唔想知，我淨係有興趣知道邊個攞我打。九哥要是放在以前，壓根兒不會把這事兒放在心上。他在江湖混這麼多年，刀槍劍影早就見慣了。但偏偏現在，他老婆剛生完孩子，這一有了牽掛，心思就開始亂。呢琴日嘅事啫嘛，你仲一齊出去劈友，咁啊細路仔都生埋，成日你一手我都唔知點同你計。你而家呢隻我都即刻俾你噶，要計唔係兄弟啊！左手哥也不是傻子，他再次提起那條暗殺傳聞，勸九哥，你要是真怕牽連家人，不如早點收山，帶着老婆孩子移民國外。冇翻嚟啦，呢個嘢我搞得掂。聽起來是替兄弟着想，但九哥臉色一點沒鬆動。他年輕時也幻想過哪天能抽身退場，兒孫繞膝，可真到了這個位置，他才明白，這權勢，這位置，不是你想丟就能丟的。三位元老對他的位置早就垂涎3尺，真要他一走，指不定明天社團就打成一鍋粥。我知你擔心乜嘢喎？嗰3嘢我一定搞掂佢哋。看着兄弟一臉認真，九哥沒有明確表態，但等左手哥前腳剛走，他老婆就忍不住吐槽，說這人手段太狠，出事就是全家下手，連小孩都不放過。慢慢教啊，會變嘅。係會變啊，變到會懟你啊！其實他說的沒錯，誰都看得出來，這個左手哥野心已經長到天上去了。在別人眼裡，他才是最有動機幹掉九哥的人，但九哥始終念着舊情，心裡不願往這方面想。而在此時，香港的一處地下酒吧裡，幫派小頭目找到了一個名叫阿樂的刀手，說有個很重要的刺殺任務安排給他，幹成了一舉成名，幹不成就小命難保。阿樂也很清楚，做刀手就是拿命賭前程，一心想出人頭地的他接下了這個任務。但為了能活着回來，他和好兄弟關係一商量，決定去弄把槍。買咗講規矩嘅，睇你兩個都係唔識噶啦，邊個叫你兩個嚟㗎？你兩個究竟係邊一番？冇大佬叫啊，有錢啊冇得傾啊，翻去啊！槍販子不僅不肯賣，還把兄弟倆羞辱了一番，讓他們留着錢回家給老媽買棺材。兩人碰了一鼻子灰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可沒想到一扭頭，就在公廁裡撞見了一名警察。係咪好急啊？係咪好急？唔係踢一出到門。警察一看他倆這德行，就知道是小混混，對着他倆又打又罵，結果一個不慎玩脫了，把自己坑進去了。這邊忙着準備殺人，那邊九哥也沒閒着，他安排了一頓飯專門請左手哥，心裡清楚這頓飯不會和平收場，但不管他們倆多危險，都沒帶保鏢，氣氛就像一場公開決鬥。果然沒幾口菜下肚，左手哥就開門見山，他要除掉社團那3個老家伙。九哥還沒開口，左手哥的手下就已經衝進一位元老家中，刀刀見血，乾脆利落。只是還剩幾個小孩，他們不知道該不該動手。斬草梗要除根㗎啦。
隔壁的九哥听到他的话，十分不赞同，责怪他太心狠手辣。而左手哥却阴阳怪气，说他只是个小卒子，只考虑保命，不像九哥一样，一出道就是将军，做事还要考虑光不光彩。況且我一條冷，又唔驚生仔冇屎忽。你又唔同啊，一家三口，好多嘢做唔出噶啦，做唔出嗰啲我幫你做啦。而另一边，手下东莞仔干掉那位元老后，便準備接管他的地盤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遇到個白毛老頭，死活不配合。我講咗幾多次啊？人哋未講完嘢啊！你開咩聲啊？白毛只是跟东莞仔頂了幾句嘴，就被小弟自作主張一槍爆頭。他們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，全因背後有個更狠的靠山。左手哥雖然名義上是老二，但動手的頻率和殺心的狠度早就超過任何一個老大。他下定決心要徹底清理門戶，把那3位老元老統統做掉。左手哥說到做到，但是半路上一輛卡車衝出來，將左手哥派來的殺手當場撞死。而這半路截胡的人正是九哥的手下。我都係照就哥吩咐做嘢。應該多謝九哥至啱。原來九哥不希望左手哥把事情做得太絕，到頭來反而給自己樹敵。出嚟做嘢，下下連根拔，你唔好搞到啲細嘅，日頭見到你都好似見鬼咁，為咩啫？其實九哥心裡很清楚，那幾個元老私底下搞小動作，想扳倒他，但解決他們的方式絕不能是左手哥這樣簡單粗暴的全部殺掉。他想讓左手哥把手下叫回來，左手哥卻一意孤行，不肯聽他的話，這讓九哥有些頭疼。講你又唔聽，聽你又唔明，明你又唔做，做你又做錯，錯你又唔認，認你又唔改，改你又唔服，唔服你又唔講，哼，我點啊？見他不配合，九哥只能強行出手，派手下去救下了另一位元老。可這時候，九哥手下的一句話讓兩人頓時心虛起來。今日有人喺九叔嗰度出咗支槍，顯然，兩人買兇殺九哥的事兒脫不了干係，而九哥和左手哥都對此心知肚明。九哥表示，先前被左手哥幹掉的那位元老，九哥是故意不報，他為的是用他的死震懾住另外兩位，讓那兩個老家伙以後夾緊尾巴做人。我唔同佢兩個計，仲去保佢，你話咁係咪好過紅支槍叫佢聽聽話話？左手哥對他這套優柔寡斷的做法嗤之以鼻。係你，都條靚仔你未捉到啊，捉棋！就在兩人對峙之時，另一邊的刀手阿樂也遇到了麻煩，因為強警槍鬧出的動靜太大，他的身份已經暴露。而家出邊周圍刮緊你啊，你同我匿好啲添啊！這讓阿樂意識到，這次行動他一定凶多吉少，就算不死也得蹲牢房。可他放心不下好兄弟，關西叮囑他以後沒有自己撐腰，被人找茬了要記得還手。俾人揼多兩錢重咯，打啦！等你翻出嚟幫服場。這時，關西注意到外面有夥人正在找阿樂，便謊稱自己要買煙，獨自到外面掩開那夥人。可惜對方人手太多，很快就把他按倒在地。收到風你嗰邊做嘢喎，係咪抽中你啊？係咪你啊？抽都唔係抽我啦，我冇用啊嘛！眼見關西如此嘴硬，男人當即吩咐手下給關西點厲害看看。隨後小混混們一擁而上，硬生生將怪西的一隻手打爛。就在這關鍵時候，阿樂追了出來，一槍一個解決了所有混混。可當他想去扶冠希時，冠希突然躲過槍，狠狠砸在剛剛那男人的腦袋上，還不停逼問男人家的地址，叫囂着要殺他全家。顯然，剛剛那段無情的羞辱，將冠希身上的血性全部激發了出來。從這一刻，他意識到，要想不被人踩在腳下，自己就要足夠狠。這種要對仇人趕盡殺絕的想法，顯然也是左手哥一直想表達的。如果你個老婆同個仔而家俾人對住，有冇得揀啊？睇下揸槍嗰係邊個啦？有冇揀啊？氣頭上的左手哥直接攤牌，買兇殺九哥這件事他也有份，可九哥卻說：“你記住，你也有家人。”九哥一個電話打給妻子，而對方此時正跟左手哥的母親待在一起。你老母得一個啦啩？左手哥瞬間傻眼，他沒想到九哥會抓走他母親，質問九哥是不是想逼死他。左手，你唔好唔傻，你試下而家打電話俾你手足，睇下你屋企圍有幾多人。我對你老母，我救你老母啫。原來一切正如九哥猜測的那樣，當左手哥想趕盡殺絕，除掉社團裡那3個元老時，那3個元老也在找機會對左手哥下手。如果不是九哥提前把他母親接走，現在左手哥就應該去給他老人家哭墳了。左手哥聞言深受觸動，
原来在他机关算尽想要伤害九哥时，九哥却还一直把他当成最好的兄弟，不停地阻止他犯傻。約咗2個廢柴，一陣間飲早茶，有興趣嘅一齊嚟啊！左手哥意識到自己還有補救的機會，於是立刻打電話給手下，讓他們把安排好的刀手撤回去。然後他追上九哥，親自為他撐傘。去邊度飲茶？大佬。一聲大哥讓兩兄弟終於冰釋前嫌，仿佛又回到了年輕時彼此相依為命的時光。隨後兄弟倆同撐一把傘走進雨裡，可他們不知道的是，危機並沒有解除，四周突然湧現出無數殺手將兩人包圍。礙於身邊沒有保鏢，兩人只能親自應戰。可對方人數實在太多，幹翻一波還有一波，直到兩人都筋疲力盡，成為這些殺手刀下的待宰羔羊，被連捅數刀也毫無還手之力。彌留之際，九哥說他想起他第一次殺人那天也是這麼大的雨，不同的是那次他打贏了，只不過後來因為故意殺人蹲了幾年大牢。係啊，嗰日原來冠希就是左手，阿樂就是九哥。兩人年輕時因為做刀手刺殺大佬，在江湖上一戰成名，卻在最後死在了刀手手上。在這一刻，命運似乎形成了閉環，逃不掉也改不了。江湖不相信眼淚，也不相信情義，這片土地只尊重兩個東西，拳頭和結果。而當阿樂和冠希徹底消失的那一夜，又有哪個毛頭小子拿起了槍，賭上了命，只為了在這片渾水裡殺出一條血路。說白了，這片電影就是給你看人心變了有多快，兄弟情是怎麼在金錢權力裡慢慢變質的。一開始阿樂會叮囑冠希不要慫，冠希會為了保護兄弟寧願挨打，到了最後一個買刀手殺兄弟，一個搶先抓母親當籌碼，說着話都要試探，就算是為你好也不再像從前那樣乾淨了。但有趣的是，左手哥最後放棄殺九哥的時候，他只雇了一個混混，這細節很重要。你想殺一個社團老大，還能雇一個愣頭青，這就說明也許他根本不是真想殺，只是演給九哥看的，只是想逼他離開。兄弟情這東西有時候太深了，就會用錯方式去保護。電影沒給一個明確的答案。最後那些殺手是誰派的？是那幾個沒死透的元老，還是另一個從沒露臉的敵人？電影沒說清，也許根本不想讓你清楚。江湖這東西太清楚就沒意思了。看到這裡，你可能也開始想了，要是真有這麼個左手哥是你兄弟，你信不信他？你覺得他是忠是奸？又或者你更喜歡九哥那種留3分餘地的做派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們的看法。如果你也覺得這片黑的有點過癮，那就轉發分享給你的江湖兄弟，別忘了關注我。咱們下期還聊刀光劍影，人生無常，我們江湖再見。